去离婚的路上，我有了读心术，一脸冷漠的老公内心正在瘪嘴哭，呜呜，老婆别离开我，像我这样时薪100万的男人，别人捡到了是不会还给你的。没有老婆，我要这1万家产有什么用？一定要我坐在劳斯莱斯上哭吗？人在离婚路上已经有5辆自行车超到前面去了，劳斯莱斯愣是给开出滑板车的时速，就这么不想离婚。第3次被鸣笛后，我忍不住问他，你们总裁圈会不会歧视离异男性？容易侧头看了我一眼，眸光幽深，随后像接受财经采访一样，不带七情六欲的解释，不会。我们有一部分人信奉非从不离异，只有丧偶非，有一部分热衷当单亲奶爸，还有一部分喜欢追妻火葬场。呜呜，那就是我，追不到老婆，我就把整个火葬场买下来，包场给自己烧个7天7夜，看着他面瘫似的外表，听着他戏精似的内心，我双眼发亮，我有读心术了。离婚暂停，先耍个男人玩玩。容易，我肚子疼，要不今天先不离婚了吧？他蹙眉望了我一眼，随你，随你。老婆肚子疼，一定是想拉屎了，调头回家，冲冲冲，就喜欢老婆这么自律的人，每天都差不多时间排泄。我他妈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容易一脸莫名，手脚却是没停，一个急刹后再一记甩尾，一声绝尘而去，把背后那些你大爷的死有钱人，要不是赔不起老子撞死你之类骂声一起甩开。到家后我当然没去厕所，为了验证是否能读到所有人的心，我特地跑到后院和家里的哈士奇溜溜对骂，回收旧狗、破狗、爱拆家的狗，拿去换猫。挑衅完他，我开始静静等待，10分钟后毫无反应，这狗傻了，还是我骂的不够脏，你个狗娘养的！汪汪汪汪汪汪呜呜，完了，心声没听到，把狗惹哭了。好不容易哄完溜溜，我找别墅里的管家，佣人们挨个试验了下，没有任何异样，读心术过期了。刚疑惑着，我就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：老婆，你去哪里了？2400平的房子好大，我连马桶盖都掀开看过，还是没有找到你，看不见你我心都碎了。你才在马桶里，你全家都在马桶里，你子孙后代都在马桶里。怒气冲冲地去楼上找容易，果然在2楼楼梯口不远处找到了容易，指着他刚要开口，我却突然反应过来，不对啊，我要是骂他，他肯定会问我为什么骂他，我又拿不出一个正经理由，那我不成无理取闹了，他写小作文挂我怎么办？妨碍我找下一个啊！于是他大爷才到嘴边，又被我咽了下去。我们谈谈。书房内，我和容易面对面坐着，我一言不发，他不发一言，表面上的他的内心是，老婆要跟我谈谈。谈什么？除了恋爱，其他我一概不谈。我当然不是来跟他谈恋爱的，我是穿书的，已经穿来1年了。正是因为小说看得多，听到容易心声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甚至还有点小兴奋。按原文设定，我和容易是商业联姻，只是因为当时容易的白月光临默默抛弃他出了国，而他家又正好遇上财务危机，又正好同级别的豪门里，比我有钱的没我漂亮，比我漂亮的没我有钱，他才和我结的婚。虽然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待了3年，也在同一张床上待了3年，但是天地良心，我只拿他当炮友，毕竟霸总标配，8块腹肌，18厘米，188身高。如果不是因为按剧情发展，3天后林默默要回来了，而林默默才是原著中的女主角，必然会和容易在误会、和好、误会、和好之间反复横跳。作为女配，我则即将过上在自家抓奸，在酒店抓奸，在公司抓奸的怨妇生活。我是不会提离婚的，闲来无事玩玩男人可以，为了男人伤身伤心就有些不值当了。毕竟我现在也是个豪门千金，有钱有颜，随便招招手，一堆小奶狗嗷嗷待哺，性别不卡死的话，堪称男女通杀，完全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可容易明明内心不想离婚，又为什么会答应呢？看着对面正襟危坐、自带冰山气场的容易，我问他，你这么爽快地答应和我离婚，是因为林默默吗？他抿着唇一声不吭，只是眼神都染上了不悦。他嘴上说，温若，你我只是联姻，你越界了，心里却是，我不许老婆叫别人的名字，女人的也不行，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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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着容易的噪音攻击，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怒气上涨。挤闭嘴，世界都安静了。我看了眼容易，
他表面上倒是没什么变化，心里简直委屈炸了。老婆好凶，老婆凶我，老婆坏，绝交10秒钟，10、1，算了，老婆只是比较直女，而且刚才我讲话也很不好听，她生气是应该的，我生气就不应该了。我被容易的变脸震惊得一愣一愣的，直到他说完没什么事就先休息吧。走出房门后2分钟，我才缓过劲来。糟糕，话还没套出来。算了，再找机会吧。接下来3天，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容易套话。林默默回国的那天早上，我是被容易的心声吵醒的。今天是老婆的睡颜粉，承包老婆白皙的皮肤、高挺的鼻梁，以及看上去很好亲的小嘴。亲上去应该会更爽吧，反正他还没醒啊，不行，我还没有刷牙，不能让我这张臭嘴玷污香香老婆。说完他便起床洗漱去了，我无语的睁眼。读心术要是有开关就好了，他戏这么足，这些年怎么没憋死？起来边吃早饭，我边问他，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他放下手中的黑咖啡，苦，比我即将被老婆抛弃的命还苦，惜字如金地开口，有。果然是要去机场接人，我一下有些不高兴，一边心里念着我，一边身体向白月光靠近。臭男人数八爪鱼的吗？那你先忙吧，忙完再离婚。容易只是微微愣了2秒，便点了点头，随即拿着外套出门了。他出门前，我仿佛听到有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。我茫然地抬头环顾四周，是什么东西？离容易出门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。我边带着溜溜出门散步边想，他应该已经接到林默默了吧。接下来就是旧情复燃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说不定还会被记者拍到他俩共同进了酒店，第2天一早才出来，溜溜爸爸和妈妈离婚了，你跟谁？狗自然是不会理我的。他歪着头，眼神里满满都是清澈的愚蠢。可有另一个声音理我了，是容易打来了电话。温若，帮我送份文件来公司，书房抽屉第2格最上面那份，公司。我一愣，容易去公司了，他不是应该在陪林默默吗？边思索着我边回了家，在书房找到容易要的那份文件时，一抬头恰好看到桌上摆着的照片，是我和容易的婚纱照。我蹙眉，这很不对劲，我分明记得以前这里摆着的是林默默的照片，是什么时候换掉的？剧情好像从觉醒读心术开始，就不按我记忆中的走向发展了。我隐隐有些担忧，来到容易办公室门口，还没推开门进去，我就听到里面的一阵哀嚎。离婚离婚，老婆每天就知道离婚，我不好吗？我儿子溜溜都跟着老婆姓温，只要他愿意，我也可以姓温，温一虫，好晦气的名字。但是为了老婆，我可以做个笑话。已经很烦了，还要上班，一点都不喜欢上班，班也不喜欢被我上，我只喜欢上老婆。还好我机灵，以送文件为由把老婆骗过来了。其实那份文件早就作废了，这么高的智商，活该我赚钱。看了眼手中的文件，我挑眉，这人真是个黄焖鸡，又黄又闷又辣鸡。推开门进去，看着一阵手忙脚乱后故作认真的容易，我仿佛看到了上学的时候做作业期间正开小差，突然我妈推门进来，慌乱又做作的我自己。将文件放到桌上后，我又弯腰捡起一只方才被扫落在地上的纸飞机，也一并放在容易面前，意味深长地开口，是公司文件不够用了，得从家里搬点过来继续折飞机吗？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容易正襟危坐，一本正经地和我装糊涂，可2个耳朵尖尖却红到仿佛要滴血。完了，崩人设了，我堂堂一霸总，必须以女人，你在玩火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，为口头禅，以搂腰壁咚床咚为肌肉记忆，以从不表白，从不解释为个性，可我居然折纸飞机，太丢人了，霸总接地气了，还会招人喜欢吗？迷不住老婆了怎么办？容易的心声简直令人无法直视，以防他继续胡思乱想。我赶紧转移话题，你今天不是有其他安排吗？容易看了眼腕表，点点头，有说着他起身便往外走去。我一脸佩服地望着他的背影，牛啊牛，别人上班你摸鱼，别人加班你早退。正感慨着，容易却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头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跟上。我回头望了一眼，没别人啊，他是在跟我说话，他去和白月光私会，还要带着我这个原配，让我去给他们当啦啦队。这波操作突如其来的骚闪了我的腰。我去不合适吧？挤不会，你不去才不合适。他都这么说了，这热闹我不去看，
倒显得是我不懂事了。跟着容易来到一家法式餐厅，直到入座我都没明白这到底算怎么回事。我不就来送个文件，怎么还得经历一次修罗场？左等右等，菜上齐了，林默默却还没来，眼看着容易要动刀叉了，我连忙劝阻，人还没齐，你先吃不太好吧？容易眼里全是疑惑，你还约了其他人？我无语地冲他翻了个白眼，他副业是厨子吗？这么能甩锅？温若，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看着容易放下刀叉后一脸严肃的样子，我脱口而出，林默默回国的日子啊。天哪，老婆最近怎么老提到林默默，连我们结婚1周年纪念日都忘了，看上林默默了？不会吧，那是个绿茶啊，放着我这样的小甜心不要，喜欢陈年老茶，眼光好差。在容易鬼哭狼嚎的心声里，我左脑在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默默不是他的白月光吗？他怎么知道那是个绿茶？按照小说剧情线，他是会和林默默上演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的啊，难道在容易身上也发生了什么怪事？右脑在想，结婚纪念日好像确实是今天。容易说的安排指的是给我过纪念日，尴尬的笑笑，我花言巧语的补救道，开个玩笑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对不，老公，1周年快乐，快吃饭吧。呜呜，老婆喊我老公了，老婆的声音比支付宝到账还好听。在容易泛滥的心声中，我默默低头干饭。温若，你真过分啊，人家辛苦策划的惊喜，你满脑子都是土到掉渣的出轨剧情。如果再有个礼物藏在甜品里，你就更加等等，什么东西硌着我的牙了？我吐出来一看，啊，是项链，我真该死啊，他还给我准备了礼物。掏了掏口袋，我震惊地发现，除了一张银行黑卡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。我真是个朴素的富家千金。掏出黑卡，我自认为很飒地往前一递。我们有钱人比较淳朴，送礼都直接给钱，这张卡你拿去，男人今天不刷完他不许回家。这也算还礼了吧？再贵的项链也没我的余额贵吧？我瞬间心安理得，虽然有点俗气，但是老婆第一次送我礼物啊，得买个卡套把这张卡供起来，差点忘了正事，我不想离婚的事还没和老婆商量呢。容易又给自己做了会儿心理建设后，终于开口道，温若和你在一起这1年还不错，你愿不愿意？记忆哥哥，话说到一半，却被一道柔柔弱弱的女声打断。林默默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他怎么在这里？他怎么在这里？我和容易异口同心道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嫂子吧？听着他这话，我有些紧张。来了来了，白月光他带着敌意和针对来了，接下来他是不是该化偶然为尴尬，一屁股坐在容易身边，让他给他剥虾剥蟹剥贝壳？而容易因为还在记恨白月光的抛弃之仇，打死不从，白月光便会面带失落，眼含泪光地望着容易和他说，易哥哥，你果然还在怪我，我们回不到过去了，对吗？在我了然的目光下，林默默再一次开口了，是谁的童话书没和好，让嫂子这样美丽的公主跑出来了？边说她边落坐在我身旁，亲热地挽着我的手。嫂子远看是个美女，近看更不得了，居然是个绝世大美女，真羡慕一哥哥，每天醒来可以对着这样一张脸，我非容易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小白花白月光，在原文里顶多有点圣母家娇妻，倒也不会绿茶至此啊，还是个找错对象的绿茶。按这个形式来看，他这样是追不回男主的。剧情越跑越偏了，通常在网络小说的套路里，就我目前这情况，高冷总裁变碎嘴子了，小白花女主变绿茶还很鸡了，只剩我一个人还在苦苦支撑着离婚给他2腾位子的剧情，这合适吗？这个世界不会崩塌吧？要是崩塌了，我就又得回到原世界7去了，一点也不想失去目前做个小富婆肤浅又快活的日子。这顿饭我们3，一个吃得咬牙切齿，一个吃得心满意足，一个吃得战战兢兢，好不容易熬到大家都放下餐具，终于可以快乐散场了。漫画未完，精彩继续，即刻跳转推文，抢先看完完整结局。刚走到餐厅门口，我突然想上洗手间，再回来的时候，远远我就看到容易把林默默堵在墙角，两人似乎在争执什么，我兴奋地搓着手，剧情回归正题了。我不会被送回去了，他俩应该按原文描写的那样在互诉衷肠吧。容易放狠话，林默默放情话，说着说着容易便会一口吻上去，用力地宣泄这几年的相思之苦吧。果然，容易越来越逼近林默默，
可他，等下，容易，你掐着女主做什么？她都快憋死了，你看不到吗？着急忙慌地跑过去，我将林默默从容易手中解救出来。可，姐姐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一直盯着姐姐看，不怪一哥哥，可我只是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，没有别的意思的。姐姐，我不是嫂子了，容易出局了呗。满脸感慨地望着林默默，她真的好茶啊，她真的好茶啊，她果然是个陈年老茶，明明是她说我嘴又笨脸又臭，根本配不上我的亲老婆，劝我赶紧离婚再净身出户让老婆独美，我才跟她动手的。是他挑拨我和老婆的关系。我心下一片茫然，有没有搞错？男女主都爱上我了，这俩不对劲，哪都不对劲。我穿的是本正常霸总文，不是 po 文啊。接下来几天，为了让剧情回归原位，我努力撮合林默默和容易，以至于他们扯了3次头花，骂了5次架，互泼了7次咖啡。算了，既然这么难办，那就不办了。我是来享受生活的，不是来接受折磨的。大部分人穷到叮当响都想不起来，我做过1年的富婆，该知足了。于是我摆烂了。后来我经常会在林默默的精心安排下和他偶遇，不像原文写的那样，我为难他，他为难我。我俩单独见面时，照样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喝下午茶，顺便聊聊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个男人。一哥哥就是脾气差了点，性格闷了点，人无趣了点，其他方面都挺好的。一哥哥居然没夸过姐姐漂亮，他好过分，不像我，只恨自己嘴太笨，不能完全描述姐姐的美好。姐姐这么好的人，一哥哥怎么不懂珍惜呢？怎么说呢？人们不是讨厌绿茶，而是讨厌绿茶茶的不是自己。现在的我被茶的倍儿爽。而另一边，容易对林默默的怨气也越来越大。我每天都会在容易的骂骂咧咧中醒来，林默默真是见得有出息，骚得够洋气。他自己没对象吗？要来抢我对象。他一天天的嘴跟抹了开塞露似的，就会在我老婆面前抹黑我，抬高自己。他是溜溜遗落在外的私生女吗？这么狗，不行，我得去问问溜溜。听着容易起床的动静，我睁开眼，默默叹气。他们的人设实在崩得太厉害了，活活互对了1个月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小富婆，不管男女主是互虐还是互殴，我都不想参与。还是离婚吧。于是我再一次约容易一起去民政局，可这次他却没有答应。最近忙，再等等吧。忙什么？我无语地看着他。你已经3天没去公司打卡了啊，兄弟。你们家还没破产，全靠主角光环帮扶吧。果然霸总文里的男主什么都干，除了工作。我在心里吐槽容易，容易也在心里吐槽林默默。一定是林默默那个小茶茶挑唆的，想挤走我自己上位，绝对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听到这话我心里一惊，大家都是我的舔狗，不要计较这么多，和平相处不好吗？你们打起来我会边嗑瓜子边嚼薯片，边很难办。没几天我就见识了容易是怎么给林默默下套的，别的总裁虐女主是嘎腰子、挖眼珠、送橘子，我们家总裁虐女主是给她介绍了5个对象，活活忙没死她。谁懂啊？我是一只没毛的白鸽，真的无语。这5个对象分别是清纯校草、禁欲精英、俊朗影帝、阳光奶狗，以及怎么还有个奶爸？无痛当妈，不是你们每个女孩子都很爱的事吗？容易一脸不解地问我，突然觉得他好懂。要这么说的话，奶爸简直加大分，我投奶爸1票。林默默去相亲那天，我和容易也跟着去了，一个为了吃瓜，一个为了随时调整方案。每一场相亲都很顺利。相到小奶狗的时候，林默默已经心都化了，他疯狂眼唇笑，低头笑，偷偷笑，整张脸活像一朵盛开的太阳花，轻浮。听到容易突然出声，我一愣，什么？林默默这样的女人，或许这辈子都不知道忠贞是什么。不像，没什么，不像我，心里眼里只有老婆，老婆是天，老婆是地，老婆是天生丽质难自弃。哎，为什么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呢？多想让老婆听听我这优美的中国话。我连忙竖起耳朵，听到了，2只耳朵都听到了。5个男人全部相完，林默默垮着一张批脸过来找我们。哎，姐姐，好难选，他们每一个都很好，根本挑不出来。我拍了拍林默默的肩，刚要说话，却被容易抢了先。打字速度过快的话，你可以1v5。我非林默默，我是震惊的。林默默是欣喜的，有道理，做什么选择？成年人每个都要。
于是我眼睁睁看着林默默分别给5个男人发了恋爱申请，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她的渣女历程。祝好，姐妹，自从林默默认真去谈恋爱后，容易每天都很高兴。她嘴上虽然不说，但她的心声暴露了一切。前天哼的是甜蜜蜜，昨天是最炫民族风，今天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谁说总裁一定品味高雅，爱听音乐会呢？兴许人家老了也跳广场舞呢。夜里我刚要睡着，却突然被容易的心声吵醒。想你的夜，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，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。我想你的夜黑。闭嘴！我弹坐起来，打开床头灯，认真地打量着身边这个行走的 CD 机。有这么高兴吗？刷牙唱歌，吃饭唱歌，上厕所唱歌，洗澡唱歌，大半夜还要唱，显摆你曲库丰富呢？我没说话啊。容易一脸无辜地看着我，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，让爱再回到原点。他边装无辜边在心里继续唱，我忍无可忍，直接一口啃了上去。咬死你个烦人精！落地的时候位置却没对好，啃他嘴唇上了。若若，这一夜我再次体验了下霸总标配。事后我筋疲力尽地瘫在床上，怂不离婚是对的，他还有点用，反正他现在也没人要了，我就勉为其难跟他过下去吧。自从有了那一晚后，容易仿佛冬眠复苏，开始天天缠着我。这天我俩正在沙发上虐狗，门却突然开了。开门的人是林默默，一般此情此景，作为女主兼白月光，她应该说，一哥哥，我就试了下密码，门就开了，你心里果然还有我，对不对？不然也不会还用我的生日当密码。可林默默到底不是普通人，她是我的专属绿茶兼舔狗，所以她边哭边道，呜呜，容易你也太渣了吧，开门密码还是我的生日，你这样怎么对得起姐姐？呜呜呜，不好意思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我俩拢起衣衫，面无表情地看向他。容易兴致正浓时被打断，正不爽，语气非常恶劣，马上换，你来干什么？私闯民宅，想蹲局子吗？听他这么说，林默默立马飞奔过来，投入我怀里，抱着我的腰嘤嘤直哭。哥哥好凶，不像我，都不会大声说话。我的手他不听使唤，他居然自发地环抱住林默默。女孩子真软啊，比硬邦邦的容易好抱很多。本来想多抱一会儿，但我余光瞥见容易前一秒还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的，下一秒灵机一动，似乎真的打算报警。我连忙推开林默默，开始劝架。好了，都别吵了，说说吧，什么情况？章鱼精翻车了。听我这么说，林默默哭得更伤心了，他还真是翻车了。那5个男人不仅发现了彼此，还拉了个群，一起谴责他回回约会带不同的人去肯德基。服务员都看不下去了，忍无可忍说了真相。人穷还学人家泡帅哥，回家玩乙女游戏，过手瘾去吧。听完他的故事，我心疼极了，连忙问他，所以是奥尔良好吃还是热辣香骨鸡好吃？奥尔良永远低神。若若，关注点偏了。一旁的容易小心拉了拉我的袖子，提醒道。我反应过来后连连点头，开始步入正题，认真安慰林默默。马上都快哄好了，容易却突然插嘴，林默默真蠢，小学生都能同时学5门功课，你一个海龟连5个男人都搞不定。这番话显然侮辱性极强，林默默都忘记他的娇弱绿茶人设了，叉着腰就开始骂容易。巨嘴葫芦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虽然不是坏人，但是你霸道、闷骚、面瘫、嘴毒，除了有张帅脸，有点破钱，你哪点配得上姐姐？霸总人设早就过时了好吧，现在都是奶狗当道，霸总给狗狗都不要，尤其是像你这种还有白月光的，火葬场才是你的最后归宿。我本来想说火葬场是所有人的归宿来着，但林默默实在是火气太大，溜溜叫了一声，都被他骂了一顿，于是我默默把话又咽了回去。姐妹骂过他们了，就不能再骂我了。容易被林默默给骂自闭了，接连好几天都没唱歌。看他这样，我主动约他一块出去遛狗，刚走没几步就遇上了隔壁邻居，是个东北老妹，老铁溜溜溜呢。我点点头，啊，可不咋地。溜溜也同他打了个招呼，等东北老妹走远后，我才开始给容易做思想建设。容易，你为什么不爱说话？容易古怪地看了我一眼，胡说什么？我们霸总不都这样，话痨就不酷了。他在心里补充道，话痨也很可爱啊，为什么不能做你自己？见我这样说，容易一下愣住了。你怎么知道？
拍了拍他的肩，我决定让他射死，毕竟置之死地才能后生嘛。我能听到你的心声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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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闭嘴，耳朵要炸了。我捂住他的嘴，尖叫声却没有停，叹了口气。对哦，这是心声。于是我挪开手，直接照着容易的嘴亲了上去。很好，世界都安静了。那你不会觉得我很讨厌吗？男人话多不沉稳。哪来的刻板印象？女人就一定要贤惠，男人就一定要冷酷。我不悦地皱起眉，最讨厌小说人设千篇一律了，每个霸总都只是换了个名字，性格一模一样就算了，连脸和声音都得差不多，都是刀削般的脸颊，大提琴般的声音，还有那张从来不知道解释的嘴，以及那双钟爱虐女主的手。天知道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有多恶心，还好穿来之后人设都崩了。不对，为什么人设会崩得这么厉害？难道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设定？毕竟这书看了没几章我就气了。作者在后面又写了什么鬼东西？细思极恐。我连忙打了个电话把林默默叫过来，决定研究下目前的情况。想到这里，我临时起意把林默默叫了过来。又是熟悉的客厅，又是熟悉的人。我率先问容易，他是怎么知道林默默没表现得那么纯良的？原先不知道，但有一天溜溜跑太快，我摔着了。别笑，若若，你刚还说霸总也不一定个个都要十分完美的。摔着之后我就解锁了后续的剧情。若若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居然会为了林默默那个绿茶精跟你离婚。看着容易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，我十分淡定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是穿书的，你们两个是一本虐文里的男女主，按书里的描写，你俩要反反复复虐个好几百章，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弃文了。我边说，林默默边疯狂点头。对，我上辈子就是被容易又虐身又虐心后化悲愤为食欲，一下子撑死的。所以我重生后死都不要跟容易搭边，都是有钱有颜的。我为什么不选姐姐这样人美心善的大腿来抱？我恍然，这就对了，怪不得林默默一出场就狂舔我，你们还是知道的太少了。林默默死后，知道我做了什么吗？我发现了若若所有的好，重新把她追回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林默默真贱啊！大致捋了下线索，我给他们做了个总结。所以你们这对宛如精神病的男女主，因为女的太抖 M， 每次被虐完都原谅施虐者，还劝施虐者不要伤害其他反派。而男的太愚蠢，除了女主说的话，别人说女主是狗变的都信，反复误会女主。这本书前期因为人设太过不讨喜，导致读者疯狂辱骂作者，作者不得不中途更换女主，让我这个本来都已经杀青了的前妻上位。毕竟比起你们俩，我只是个不太努力的躺平派富二代，算不上十恶不赦。但由于剧情转折过于生硬，林默默死的也太儿戏了，容易变心也太快了，导致这个世界出现了裂缝，于是什么都乱套了。我穿过来了，容易提前解锁了剧情，默默重生了。不过还好，重开一局，我们终于都是正常人了。碎嘴子霸总，绿茶女主，躺平女配，完美。在大家的掌声中，我做了个收的手势。现在我还剩最后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说着我望向容易，眸光危险，你是什么时候解锁剧情的？你跟我提离婚前没几天，所以你直接跳过虐的部分，在后续剧情里爱上我了。怪不得你书房的照片突然换成我们的结婚照了。听我这么说，容易疯狂点头。可是既然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同意离婚呢？想尝试下劈叉的快乐。容易嫌弃地看了眼林默默，怎么可能？老婆，你可以侮辱我的性格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品味。我绝对不会喜欢林默默这样的人的，要永远做老婆的小狗。答应离婚是因为男人不可以强取豪夺，要尊重爱人意志，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老婆想干嘛就干嘛。再说了，不还有离婚冷静期吗？到时候我不同意不就完了？有本事你上诉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我还是不同意。嘿嘿，这回轮到我和林默默鼓掌了，套路挺深啊，巨嘴葫芦。第2个问题，我身体前倾的同时压低了嗓音。你们这么乱来，会不会导致这个世界崩塌，大家一起嗝屁？在他们2人集体变白的脸色中，我哈哈大笑。独忧愁不如众忧愁，我为这事掉过多少头发，你们一根也别想少。当天晚上我们集体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个蒙着面的女生呜哩哇啦。宝子们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写无脑虐恋，冷暴力是男人的魅力，纯属扯淡。
圣母心是女人的魅力纯属扯淡，让刻板印象和雌竞见鬼去吧，真诚才是必杀技。感谢你们的觉醒，让我明白什么才是该写进书里的情节。放心哦，现在有很多人喜欢你们，世界不会崩塌的。最后，若若宝贝，妈妈更支持你和默默在一起，美女就该和美女玩。紧接着我便在容易的骂骂咧咧中惊醒，滚犊子，老子是持证上岗的，受法律保护，什么都可只会害了你们。梦醒后，我盲猜是我们听到的是作者的发言。这个世界不会崩塌了，没了这层后顾之忧后，我们所有人都抛掉了矛盾感十足的人设，开始放飞自我。我和容易在结婚1年后突然开始了热恋期，容易每天都在我耳边讲些不羞不臊的话，遇到公司哪个小姑娘献殷勤会第一时间跟我告状。车上突然出现口红会，直接打电话给他妈，让他下回注意点，别丢三落四的。看，有嘴的总裁喷香，而我也没有再听到过他的心声，因为他的嘴已经够絮叨了，完全不需要再有心声这种东西。就比如现在一大早，粘人精容易又提着2件衣服过来了。老婆，你说我是穿这件粉衬衫去上班好还是蓝的好？从电视剧里抬起头，我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粉色娇嫩，你如今几岁了？容易丧着脸走了，边走还边嘀咕，嫌我老了，绝交，这次一定绝交很久，老婆不哄我，我是不会跟他和好的。10分钟后，他又来了，一脸憋闷，连我都不哄，那你要哄什么？哄世贤吗？轻叹了口气，我只能放软了声音。老公最帅了，穿那件蓝的吧，比较符合你的气质。可他却突然凑近，大手抚在我的后脖梗上。你知道要怎么哄我的，倩。说着手上一用力，来了个深吻。这一天容易到底没穿成那件蓝衬衫上成班，还好他是老板，没人扣他工资。另一边，林默默海后翻车后一直无所事事。第18次看到他在街上闲逛后，我终于忍不住把他安排进了我投资的一个公司里。没办法，上辈子是做风投的，这辈子那么富，难免手痒。随手投了几个公司，偏偏个个都发展得挺好，多气人啊！自从开始上班后，林默默便把他那只用了2次的恋爱脑捐了，还给我们说以后请叫他林总。你不就是个基层吗？谁给你封的总？而林默默和容易这一世实在是不太对付，他天天抢容易公司的单子，还回回都能抢赢，谁懂啊？恋爱脑女主她其实是个商业鬼才，事后容易感慨，做生意这事还真是只看天赋不看性别啊！我这排行第1的富豪过几年要给林默默让位了。我高深莫测的摇摇头，不，认清现实，你俩都是在给我打工。3个月后，容易因为生意被抢得太厉害，着实有些闲，便开始琢磨重新给我补办一个婚礼的事。不同于小说里描写的那样，斥资几个亿，请多少名流，放多少礼炮，这场婚礼不奢靡，不铺张，像所有平凡的家庭一样，请的是亲朋，聊的是琐事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踏过红毯，一步步走到容易面前宣誓环节。他说，我叫容易，但我追妻追得很不容易。我老婆叫温若，但她可一点不文弱，拿捏着我的生杀大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起名是门学问，可不能马虎。跑题了，回归正题。老婆，小时候我总想长大了是当作家还是科学家，这个问题困扰了我20多年，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，我要带你回家。老婆的风格很奇怪，不是甜辣风，不是御姐风，不是软妹风，不是元气风，也不是欧美风，是我看了会发疯。老婆，我听着容易的舔狗发言，我赶紧捂住他的嘴。嘿，这次用手就够了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人生第1次的婚礼会毁在容易的嘴上。他现在真是个土豆丝，又土又逗又屌丝。算了，比锯嘴葫芦强一些。终于有人喂了，回头又看了眼一副精英打扮的林默默，我扬唇，不错，都是正常人了，也算我没白穿这回书。完。